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6季前情提要。白瑞看到了危机中几十亿种的可能性，唯有一条时间线，所有人都活了下来，就是白瑞牺牲了自己。而拉姆齐尝试了第一次人体实验，死者瞬间变成了丧尸。深思熟虑后，白瑞打算告诉朋友们一半真相，就是自己消失于危机中才能化解危机，对于自己的死只字未提。这消息对众多人的打击非常巨大，特别是刚刚拥有自己独立生活的冰霜，他已经不再是杀手了。这边话说着，被拉姆齐弄炸时的男人席卷了自己的黑市仓库，抢走了所有靠暗物质为能量的枪械。为了能哄冰霜开心，白瑞随身带着他办案。现场的尸体惨不忍睹，残肢之下四处可见的血状粘稠物。等冰霜发现枪里的暗物质都被洗劫一空后，脑子里浮现起了拉姆齐这个嫌疑人。冰霜杀手第一时间找到了医院里的拉姆齐，一把冰刀架在他的脖子上。白瑞赶来后赶紧让冰霜放开那个男孩，解释了来因后，白瑞发现拉姆齐的办公室也被袭击了，同样留下血状粘稠物。因为暗物质这件事儿，凯瑟琳和拉姆齐几乎闹翻，拉姆齐却主动想要帮助白瑞破案，毕竟自己是市里数一数二的血细胞专家。冰霜是打心里怀疑拉姆齐的动机，让白瑞一顿 talk 才勉强同意。在白瑞分析 DNA 的期间，两人又起了争执。这么多年来，拉姆齐也刚刚知道老友凯瑟琳就是冰霜杀手。白瑞赶回来告诉两人凶手的身份，罗梅罗。黑市专门倒卖高科技枪械的头目接到警报，水星实验室也遭到袭击。罗梅罗把能找到的所有暗物质都注入了体内。等闪电侠和冰霜杀手赶到后，第一时间铐上了意志手铐。罗梅罗使用蛮力把白瑞直接打倒，冰霜杀手则是一股寒气将其吹下大楼。白瑞以为冰霜又杀人了，过去一看连具尸体都没有，但也因此白瑞感觉冰霜又起了杀心，自己没几天就要牺牲了。白瑞想让冰霜走入正途，可冰霜气得转头就走。白瑞无奈只能找拉姆齐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。拉姆齐到底是个专家，暗物质已经让罗梅罗的细胞脱离常人，再这么下去罗梅罗怕是要变成怪兽了。眼尖的白瑞一眼发现诊断记录上写着罗梅罗死亡超过24小时，也难怪冰霜的攻击没让他死掉，因为死人不可能再死一次。拉姆齐恳求白瑞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多研究下暗物质，自己很有可能从中找到逆转的办法。白瑞本不想答应，可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心想能救一个是一个。同时报社新人阿莱格纳有重大的发现，这消息一经报道绝对轰动全城，因为他发现威尔斯还活着。艾瑞斯哪敢解释多元宇宙的来龙去脉，只是敷衍了事后找到了希斯科。两人根据多元宇宙不同的频率来到了新威尔斯附近，一道钩爪射出，威尔斯从天而降，如低配版蝙蝠侠。正想和老朋友talk一下，希斯科立刻被强人所难。突然威尔斯的探测器滴滴作响，直指艾瑞斯，吓得艾瑞斯一个电击棒给他一套打晕了过去。威尔斯昏迷的期间，希斯科从他包里翻到了点信息。这个威尔斯叫纳什，纳什突然醒来，吓了两人一个狗吃屎。清醒后第一件事使用了探测器，在报室里想得更加频繁。纳什解释道自己在寻找一种元素恒金，没有多余的解释，纳什只是一副神秘的表情，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准备弑神，说完就准备离开。希斯科认识的威尔斯们也不少了，他告诉纳什，不论你现在怎么装逼，最终你和我都逃不过宿命，变成朋友。纳什多一句都不逼逼，一个烟雾弹消失在了两人面前。不幸的是，这一幕被阿莱格纳全程目睹，这下艾瑞斯得花点时间跟阿莱格纳 talk 了。多元宇宙的信息量太大，艾瑞斯只能告诉阿莱格纳相信自己，时机一到会解释所有事儿。白瑞这边也把拉姆齐带回了实验室，看着成箱包装的暗物质，拉姆齐如同见了亲爹。咽了口唾沫后，拉姆齐让白瑞帮自己找个离心机去。白瑞前脚刚走，拉姆齐就开始偷暗物质，刚打包，白瑞就一脸早就知道的表情走了回来。从见面的第一眼，白瑞就看出这个人很绝望，也正如他所说，拉姆齐的老妈死于癌症，自己也遗传了癌细胞。知道拉姆齐的经历后，白瑞表示自己深有体会，但他还是希望拉姆齐别误入歧途，与死亡争斗需要勇气，但接受死亡需要更大的勇气。说出这句话时，拉姆齐发现了白瑞的表情，这和自己母亲死前的表情一模一样。两人与其坐等死亡，不如奋力抗争。白瑞只希望自己临死前拯救更多的生命，他还是给了拉姆齐一个阻止罗梅罗的机会，至少拉姆齐的初心是善良的，他也很欣赏白瑞这种无私的精神。可拉姆齐的话让白瑞陷入了纠结，自己快死了，却不敢告诉身边的人，怎么开口才能让大家接受事实？这是白瑞心中的一块大石头。白瑞准备让他们一个一个接受，先从冰霜开始。
冰霜这会儿看家人发泄愤怒，白瑞靠自己的神速力给他当靶子打。本来没事的冰霜被一来一去的白瑞惹急了，直接说出了心里话。他才刚刚开始生活，不想死在几天后的危机里，甚至到死都来不及开场生日派对。这边白瑞刚刚安抚了情绪亢奋的冰霜，另一边的拉姆齐就惨了。罗梅罗冲到了实验室，心里看过几百部鬼片瞬间上头，拉姆齐被罗梅罗锁住了脖子，距离断气儿只差一步。拉姆齐用尽最后一口，说出一个字儿：放开我。罗梅罗却格外听话地松开了手，开始模仿咳嗽不止的拉姆齐。拉姆齐扭头，他也扭头，两个人好像有着某种联系。就在他们即将牵手成功的时候，白瑞赶到，手持一罐暗物质吸引走了罗梅罗，和冰霜打着配合，将罗梅罗关进了超能监狱。还没得意几秒钟，罗梅罗硬是一头撞碎了超能监狱，捡起暗物质注入体内。冰霜冻住了他的脚，也反应过来暗物质会使罗梅罗变得愤怒。白瑞刚起身准备丢闪电，冰霜就让他把其余暗物质全部拿来，他准备以毒攻毒。随着白瑞闪电般的速度把所有暗物质注入罗梅罗的体内，罗梅罗被撑得原地爆炸，粘稠物溅了两人一身。再回过头去看拉姆齐的时候，拉姆齐只是慌慌张张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实验室。与白瑞同步进行任务的还有拉尔夫。今天拉尔夫老妈黛比被警局抓了起来，昨晚10点钟发生一起抢劫案，黛比有巨大嫌疑。当塞西尔问起昨晚10点黛比在哪儿待着时，黛比支支吾吾说不出口。根据日期一推算，拉尔夫就断定老妈昨晚又去赌钱了。三人结伴来到了赌馆，虽然是老相识了，但碍于赌馆的规则，监控不能随便拿出来，除非黛比愿意花$5000购买。拉尔夫当即决定，今天就在这儿赌出$5000来。塞西尔依靠读心术帮黛比揣测其他玩家的内心，拉尔夫则偷摸溜到了监控门口，通过门缝把手塞进去寻找监控，一顿操作拔出了 U 盘。一直赢钱的黛比眼看儿子得手，立马一股脑全输了回去，防止老板怀疑。监控显示昨晚9点半黛比就离开了赌馆，另一个角落的监控在此捕捉黛比。黛比正和马夫纠缠不清，黛比一直告诉拉尔夫曾经的家人都死了。突然发现真相的拉尔夫难以接受，自己一直坚强苟活着，却没想到家人全都健在。一赌气，拉尔夫溜了，直到深夜黛比才找到儿子。原来从小拉尔夫的恶棍老爹就离开了母子，之后黛比找了很多男朋友，他们对拉尔夫如同哥们儿，可有些就是渣男。为了不让儿子再经历一次失去父亲的痛苦，黛比每次都骗儿子说男朋友死了，一家人哪有什么深仇大恨。拉尔夫掏出了拉尔夫之书，希望老妈能从上面领悟到生活的真谛。不管怎么样，母子俩都是唯一的家人，互相帮助才能好好的活下去。而拉姆齐这边之所以匆忙离开实验室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血液融合暗物质之后会变成一种寄生体，完全服从他这个宿主的控制，而且可以逐渐治愈他体内的癌细胞。但拉姆齐需要更多的寄生体才能完全康复，接下来他将开始屠杀。白瑞呢，在实验室尬起了舞，他亲自给冰霜举办了一场生日派对，大家都激情上身的开始尬起了美丽的舞蹈。白瑞突然跑到天台一个人待着，冰霜发现白瑞从来不提及危机后自己的生活，这足以证明白瑞不仅仅是消失，而是死在了危机里。在艾瑞斯和冰霜的鼓励下，白瑞把真相告诉了伙伴们，他必须在危机中牺牲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城市的角落，纳什根据检测器来到了一个井盖面前，他要试的神就躲在下面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